哎呀，走了走了。阿姨，你又不住院了？哎呀，我已经缓过来了，刚才是好疼迷糊了呀。要不还是跟他说吧，你不能总这样吧？小池，千万不可以。万一我哪天死了，大琼最多是难过几天。你现在要是告诉他，他就得一直熬到我死的那一天。不要。阿姨，您别说这种话。要不这样，咱今天晚上再观察一晚上。如果明天没事，我一早把您送回去。行。那您先休息，我去打个电话。谢谢啊。没事，阿姨。辛苦您了。菜讲吗？准备睡了？行。我今天晚上有点事情，回不去了。啊，对了，我不在，你自己盖好被子啊。晚安。我很想对你说，不只有落日和远海。如果今天过后不会再重来，无谓昼夜。要不你去汪硕房间休息一会儿吧。我很想对你说，不了吧，万一汪硕回来，发现我在他床上，他会不高兴。汪硕不会回来了。夏雨在外留宿的人，是不会因为雨停了就回家的。是啊，手都离了。喂喂，我回来了。人呢？昨晚去哪儿了？我问你昨晚去哪儿了？汪硕家。是汪硕。
还是王震？你觉得呢？无所谓。你摸着良心自问一下，这件事情我忍了多少次了？你给他发消息，我他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你说你打拳，我当你贪玩。你现在都敢去他家过夜了，你把我驰骋的宽容当垃圾是吗？你以为我把你当鸭子养？没话说。既然你这么贪玩，我以后再也不管你了。走。哟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被驰骋赶出家门。你这么得宠，还能被他赶出来？怎么，正主换回汪硕啦？离家出走啊，走到家门口不就行了吗？怎么还跑到我这儿来了？大卫，你真被赶出来了？这不正好说明驰骋他在乎你吗？他昨天晚上一整晚都没回来，肯定和汪硕在外鬼混一整夜，还跟我发火，肯定是因为他心虚。你说的对，他早就想把我给赶出去了，就是想让汪硕重新搬回来。不是，你先等会儿。你说汪硕跟驰骋鬼混一晚上？对啊，他甚至连个理由都不肯找。我问他去哪，他就说有事儿。汪硕昨天跟我待在一起呢。啊？他来找你干什么？他大半夜找上门，我总不能赶一个精神病人走吧？那驰骋去哪儿了？我现在还有什么资格管他？他曾经说过，他说不喜欢我了，就会立刻把我踢出去。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，本来还想接汪震，让驰骋吃个醋的，这倒成了把我踢出去的借口。那你这2天打算去哪里住啊？要不然，你来我这儿住吧。我想回家，我想我妈了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啊，妈，我的好大儿，你今天怎么有空回来呀？妈，怎么感觉你又瘦了？我这个病到我这个岁数都这样。妈，糖尿病是要忌口的，但营养也要跟得上啊。哎呀，什么营养不营养的，到这个年纪吃饱就行了。妈，岁数越大越要养生。没事儿，今天我做饭，做顿好的。等我。好。等我啊。啊。妈啊，这些都谁送的？小池啊，他来的可勤快了，
最近啊，他天天来，他喜欢吃我做的饭，每次啊，在我这里吃好了才回去的。哎呀，你看看这个佐料啊，味道真不怎么样，实在是吃不惯这个味道。要不是人家好心好意送我，我都想扔掉了。哎，妈，这玩意儿可不能扔，这是名贵补品。大琼啊，你交了小池这个朋友，真的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。你真的比娶一个好媳妇还管用呢。就是因为有了他，就没媳妇儿了，他才管用的。是不是没信号啊？为啥不给我发消息呢？啊？妈，妈，你怎么了，妈？没事儿，给妈倒杯水。好。妈，喝水。妈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看见你回来，我太开心了。可能晚上吃多了，有点消化不良吧。妈，你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您生病了呢。没事。妈，我扶您上床。啊，好。大球，你也上来。好。陪妈说会儿话。前2天啊，我梦见你爸了，梦见他在院子里摘枇杷，身子骨还是那么硬朗，像年轻时候那样。妈，我也想我爸。我真想早点去看看你爸。妈，怎么这么说呢？可不能咒自己。我一个人天天在院子里，太闷了，也没人跟我说说话。妈，要不贷款买个房子，您搬过来跟我一起住，这样我也能陪你。唉，只是我要天天上班，家离公司又太远，来回太麻烦了。哎呦，这傻孩子，你有点钱就瞎嘚瑟，好好攒着吧，等有钱了再买。不过，你就是买房子了，妈也不会去贷的。唉，我舍不得这院子，舍不得你爸。我在这里都住了40多年了，我死也要死在这里。我呢，现在就盼着你早点给我娶个儿媳妇儿，给我再生个孙子或者孙女。对，妈，生个大胖娃娃，抱起来软软的。长大之后呢，就围着您来回转圈，叫您呀奶奶奶奶奶奶。是啊，妈盼着呢啊。你和无所谓得有1、2个礼拜没见了吧？他跟别人住了1夜，就晾这么几天，不多。那你没收拾他？我要是不把他轰出去，他早在医院躺着了。他这胆子越来越大了，你得管管了。
他哪有这个胆子呀？存心气我罢了。哎，这儿离无所谓家老宅不远了吧？要不顺路给他接回来？算了吧，以前不敢让他回家，既然现在回家了，让他好好陪他妈妈。不是，等会儿，为什么不敢让他回老家呀？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你给我解释解释，这怎么回事？我有病，我今天起晚了没吃药，小心我发病咬死你！行了，别在我面前装了啊！我够给你面子了。你黑了我7年，我什么都没有说，别没完没了啊！你这人怎么不负责任啊？欺负我不是一个女人，一炮打中了，没法带个孩子出来指证你呗？你那药假的吧？别吃了啊，脑子都吃出毛病来了。既然你觉得当初咱俩没有睡，那你干嘛白白被我诬陷7年啊？这叫将计就计。要是你没走，怎么会有驰骋跟我后来那藕断丝连的7年呢？有个成语叫由爱生恨，我还想反过来试试，试试能不能由恨生爱。你他妈果然跟驰骋有一腿！当初要不是我设计跟你睡在一起，那跟你睡在一起的就是驰骋了。哦，你承认了，是你设计的。我靠，又让你套进去。不过我就奇了怪了。到底是哪一点让你觉得我跟驰骋有一腿呢？上的是我的床，喊的是你的名字，那一晚成语叫的，我都想把你放在锅里边煎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那他们当时喝多了，酒后的胡话你也相信啊？他没喝酒的时候，眼睛里也全是你。扯淡！你就因为这个没头没脑的想法，做了个局来诬陷我，自己还染了一身脏，还不想洗白，这样做值得吗？你不懂，特别值。喂喂，你怎么来了？带小瓷包回来看爸爸呀。这就是你们2个人的爱巢呀？你现在拍照都不怎么爱笑了。我从来就没爱笑过。我记得之前咱们那些视频里边，你可每一条都在笑啊。哎，对了，前2天那个无所谓去了我家一趟，这小子手不老实，他动了我的电脑。那些视频应该都被他看见了。你故意的是吧？
王叔，嗯，你到底要干嘛？玩啊，看你们打架，我高兴。你他妈！继续。你别拿我对你的伤害程度来衡量我们的感情余温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对你仅仅是一份尊重，是我苦等6年的尊重。你听清楚，我说的是6年，不是7年。从去年开始，我这个地方就不再属于你了。你对我就真的只有尊重吗？一个人的一生有多少个6年？算上我们在一起那3年，整整10年驰骋。只是我问你，这10年，你能从你心里彻底挖掉吗？还有郊外那个房子里，有我们多少的回忆？你在那儿住了这么多年，为了养我们的蛇，每天忍受着30多度的高温，那种回忆能忘掉吗？忘不了。但那只是一个疤。我能看见，也能想起以前，但它只是留在我身上的一个疤，不会再疼了。都说由爱生恨，但是恨得太深了，也就不会再有爱了。我睡觉了，自便。那我最后再求你件事情。说吧。你现在站在我面前，当着我的面说不爱我了，非要把这种话说出来才明白是吗？我叫你亲口说，只要你说了，我绝对不缠着你。你这么说，我驰骋不爱你了。我说。您稍微坐一会儿啊，一会儿吴总忙完了，我去叫他。
吴总来了。吴总，这位是岳小姐，她的公司呢换地址装修，她想来挑一些装置和摆件的成品。好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啊。哦，吴总你们认识啊？是。我换工作了，总裁秘书，公司把装修的事都交给我了。想着你们公司就是做这块业务的，就过来看看，也顺便来看看你。坐吧。来的真是时候。你最近过得还好吗？挺好的。你呢？我呀，怎么说呢，就那样吧。哎，小玲，哎，把咱们公司那个产品手册拿过来，给岳小姐看一下。哎，好嘞，稍等啊。岳小姐，这名字从你嘴里说出来，还真有点不太习惯。毕竟相识一场，值得一个尊称。哎，全在这儿。然后您先看一下，这个是摆件。随便挑，随便选，有心仪的告诉小玲，就当是我送的。那多不好意思啊。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那，你和他还在一起吗？岳小姐，这是我的私事，就不要过问了。小林，哎，我先失陪了。好，这个是我的。林经理，我后续有什么就按这个名片来订购啊！我先走了。哎，手册。哦，你帮你们拿。哎，谢谢啊。您慢走啊。吴奇琼，吴奇琼，没想到你这么绝情。岳小姐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还有什么事情吗？岳小姐，没事的话，请回吧。那我先走了，下次再来看你。请。他怎么又来了？哦，他新公司装修，来我们这儿选购。他不是知道咱俩的关系吗？他找你选购。汪硕也知道我们俩关系，他也来我们这儿选购。但凡情敌光顾，我都白送。估计是他知道这个消息，过来白嫖吧。你是真大方。是，我大方，不像某些小气鬼，一生气就10几天不联系，一见面就兴师问罪，还嫌我对情敌大方。我说怎么这几天我老打喷嚏呢？原来你在背后骂我呢。嘘，哟，还能听到我在背后骂你呢？估计这几天跟别人鬼混，可能都把我快忘了吧。我跟谁鬼混啊？说实话，这10几天想我没？没想，我想郭晨宇都不想。嘴是真够硬的，想死是不是？想死是不是？回家说。我前段时间去看我妈了，她变得好憔悴。可能是他老人家最近累着了。谢谢你，你总过去陪他，还陪他一起吃饭。现在这都谢了。前2天做的时候你到哪儿去了？我妈是易流产体质，怀我的时候已经流了2个了，她生我的时候都已经38了。她的好多朋友，房子都是孩子给他们买的，甚至有的
孙子都上幼儿园了。我现在事业才刚起步，我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时间太不够了。现在公司的业务能走上正轨了，你放心，我还可以把公司的事情处理得很好。你啊，有时间就多回去陪陪妈妈吧。你对我的事情，向来都是这么包容。怎么？你想让我对你斤斤计较啊？有话快说，等我这支烟抽完，可就没机会了。